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想要帮自己的话，你就得想想办法。我要活着，我要出去。警官，警官，来人啊！我要见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我要见陈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警官，我要见陈检察官！有把握吗？有。不管他提什么条件，都答应他。知道了。这个事儿你去办，务必要保证万无一失。明白。嫂子的忌日我记着呢，也替你扫过墓了。您好，我们是江东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的，我叫高健，他叫付小荣。我听说你今天找我们来是想重新来陈述案情。对。那好，你说吧。那天，我和杨天去了露天停车场。杨天，你也太过分了。我就喜欢跟你在一起。这就是事发当时全部情形。按你说的，你当时只是撞伤了杨天，并没有倒车碾压致使其死亡，对吗？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供述呢？我开始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投案的时候，杨天已经死了，问题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那为什么之前一直要做有罪供述？马月月，翻供要有翻供的理由，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怎么了？马月月翻供了，我刚才见过他，他承认撞人，但他否认杀人。我们现在要全力做罪轻辩护了。马月翻供，他理由是什么？我和杨天有私情。我什么时候叫你过来，你就得什么时候到。你也太过分了。我还有家庭，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会身败名裂。我是个爱面子的女人，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想活了，所以我宁可承认是我杀了他，给他偿命。都说完了，还有没有漏掉什么？没有了。那好，那我问你啊，你跟杨天在停车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其他的人？没有。你撞上杨天之后呢？我离开了。去哪儿了？我去了海边。海边待了多久？有人证明吗？我一个人待了1夜，当时我脑子很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行，那等一会儿做完笔录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签个字。高检察官，你们能帮我吗？法院就快开庭了。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好吧？他把杨天给杀了，就是因为他想掩盖他和杨天之间的私情，你不觉得这太不符合事实逻辑了吗？
你想一想，马月作为一个女人，以她和杨天这种亲密的关系，如果不是杨天有什么事情能够威胁到她，她怎么可能会有杀人的动机呢？她怎么能下定决心去杀人呢？你不觉得奇怪吗？法院3天以后就要公开审理这个案子，这个时候翻供，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转机。可我觉得太蹊跷了。马月月的汽车底盘上确实有碾压的痕迹，这些都是客观证据推翻不了的。你说对一件事，这是个转机。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握有限的时间，尽可能的收集对我们有利的证据，才有可能做到最轻辩护。那你想怎么做？这样子吧，你从死者杨天入手，看能不能找到不同于检方结论的地方。那好，我再去调查一下。嗯。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什么？比如说这个案子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大的反转？案子出现反转，虽然少见，但也很正常。怎么了？没事。喂，我知道了。马月月一案，因为影响大，当初我们是上了检委会的，现在马上就要开庭了，媒体呢对这个案子有十分的关注，而马月月又在此时此刻推翻了口供。这一切，我想听一听公安的同志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被告人在面临审判的时候，出现反复是正常的。这个案子的资料我仔细看过了，证据还是挺扎实的，物证、书证都比较详细，反正我挺有信心的。高健，你的意见呢？起诉时证据肯定没有问题。我也倾向坚持我们的公诉主张，只是我觉得有一些证据还需要再核实一下。现在就这么上庭了，我心里还是有点没底。能不能建议法院延期审理啊？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一旦延期媒体就会抓住这个点进行炒作，加上马月月现在又在翻供，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惹出很多的麻烦。推翻口供怕什么？只要我们把握住指控的理由，不就行了？好的。陈律师，来，坐。找我什么事儿？邓律师，我知道马月月的案子就要开庭了，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马月月翻供了，我们正根据他的辩解，在核实证据，不过难度挺大的。翻供了，我就知道他不是凶手。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呢？不过我建议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她的丈夫雷同，你看一下。您这么关心马月月，恐怕不只是对曾经的旧部关心呵护，如此而已吧？邓律师，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你应该关心的是证据，知道吧？我先走了。
这个地方确实挺偏僻的。凯文，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案发现场应该就在这儿。你看。有事吗？您好，我们是律师。前一段时间这边发生了命案，我们今天过来了解一下情况。请问您是？我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员。律师，案子，就是那个被撞的那个。是的。哎呀，人家人都给那个坏女人压死了，你们还替她辩护？是不是他压死的？得由法院判，不是我，也不是您。请问您说您是管理员，那案发当天您有当班吗？有啊。那天您看到什么特别的情况了吗？我就看到他们开车进了我们停车场，半天没下来人，后来那个男的下来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干活去了。过了10多分钟以后，我回来再一看，那个男的就躺在地上了，可是车没有了。您当时看到案发现场的位置在什么位置？您还记得吗？就在前头。先生，先生，凯文，凯文。你看这个门锁是故意被人破坏的。姑且不论这几个脚印是谁的，这个门锁肯定是最近才破坏的，痕迹还很新。这个人是为了避开停车场正门的监控，所以从消防通道上来之后破坏了门锁，进入停车场。不管这个人是谁，他和凶案都脱不了关系。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前。今天上午将要对昊天建投副总经理马月月涉嫌杀害总经理杨天一案进行报道。上午9点将开始公开开庭审判，我们将持续为您做现场报道。董事长好。董事长好。高检察官，您对马月月杀人案有什么看法？不好意思，媒体采访要先联系我院宣传处。高检察官，不要这么守口如瓶嘛！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内部消息？开庭之前，一切案件信息均属秘密。哎，高检察官，律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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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向我们走来的这位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刑辩大律师叶子琪女士。据说她出身于法学世家。自满自夸。邓律师还有叶律师，你们对马月月杀人案有什么看法？我想纠正各位一个错误，关于马月月杀人案这个说法，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本案还没有宣判，马月月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而已。
董事长好。我要开个电话会议，任何人都不见。好的，董事长。被告人马月月在本市仙奥新停车场内，因琐事与被害人杨天发生争吵，后趁杨天下车之际，故意加速驾车撞倒杨天，又再次碾压，致使杨天在停车场内头部、肝脏、肾脏等多器官损伤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的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官高健。被告人马月月，你可以就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向法庭陈述。我撞了杨天，但是我没有再次碾压，我没有杀死他。肃静。果然这样翻供，这种翻供很考验公诉人的综合能力。被告人马月月，公诉人现在对你讯问，请你听清楚问题之后，直接如实的回答。好。你是怎么到案的？我是自己去的派出所。有人强迫你投案吗？没有。那么，当时你说的杀人了，你指的是把谁杀了？我当时说的不对，我没有想杀他。马月月，你要听清楚我问的问题。我问的是你当时所说的意思，你杀的是谁？至于你有没有杀他，稍后我会让你解释。杨天，你当时是怎么跟公安机关说你杀人过程的？我记不住了，我当时说的不是真的。既然记不清楚了，为什么那么确定，说你说的不是真的？我说我杀了杨天不是真的，我没有再次碾压。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你再次碾压过他。是。肃静。高健是一个很有庭审经验的公诉人呐。案发当天，你和杨天确实去了露天停车场吗？是，我开车带着他。去做什么？我跟杨天约好的是去谈工作。你们有没有发生争吵？有。为什么？他欺骗了我的感情，对我不负责任。然后呢？我们在车上谈工作，谈了一会儿，没谈妥，然后他就下车喝啤酒，我就开车撞了他。能不能明确地说一下，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和他有私情。你胡说！你这个坏女人！你害死了我丈夫，还有他同时肃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本庭只能请你离开法庭。公诉人可以继续提问。你说你开车撞向被害人，那之后被害人有什么反应？他躺在地上，我确定他没有死之后，我就开车走了。既然他没有死，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我害怕。是怕他死，还是怕他不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害怕，我当时很害怕，很害怕。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再问了。
班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无问题？没有。班长，别急。辩护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高见，应该能应付。本证人孔令新到庭。那天我看见被告人他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他们开着车进了停车场以后，好长时间都没下车，我就觉得奇怪，就远远的看着。再回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女人开着车飞快的就跑了。我赶紧的就报警。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什么需要提问的？有。孔先生，按你所说，从被告人的车辆进入停车场，到你看到被告人的车辆离开，这段时间你并没有一直看着他们，对吗？是的。下一个问题，你说看到他们车辆进入停车场之后，你好奇了，请问你好奇什么？到地方干嘛不下车啊？是不是当时车上有一男一女，所以你有了一些其他的联想？审判长，辩护人的问题和本案无关。辩护人，请注意你的提问内容。好的，审判长，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邓凯文的提问方式很奇怪。传证人王美玲到庭。证人王美玲，你可以开始向本庭陈述你的证词。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不正常，那出事是早晚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俩在办公室吵得很凶的，很大声音的。为什么吵？好像是什么招标投资的事情啊。喊了一句很大声的话。喊的什么？你们要想这么做，除非我死了。审判长，公诉人要申请本案的最后一名证人到庭。在现场吗？对。你不想说点什么？您就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能办回来吗？我相信邓凯文。雷同是控方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所以先由公诉人向证人发问。案发当天，被告人和你在一起吗？是的，开始我们在一起，后来他说有事，就出去了。是什么时间出去的？中午12点左右。几点回来？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他回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当时他一脸憔悴，面带几分惊恐，总之就像是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那你有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了，起初他不敢说，我问了好几次，他才告诉我。他跟我说，他杀人了。肃静。他说杀的是什么人？杨天。怎么杀的？开车撞死的。就这么简单？他说，他开车撞到杨天后，下车一看，杨天还活着，于是又回到车里，把杨天给压死了。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对此是否有疑问？有。请问，证人雷同先生，你的妻子，也就是被告马月月发生撞人事件的时候，你人在什么地方？我在家里。案发当天中午11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你的妻子回家之前，你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过？是。我一直在家。请问，平常你和你妻子的关系怎么样？很好。很好。
是。可是根据邻居反映，你们夫妻之间经常吵架，甚至为此惊动过110。我手上有一份110的接警记录，你需要看一下吗？辩护人，这份证据与本案毫无关联，就没必要在法庭上展示了吧？审判长，辩方不是要把这些作为辩方的证据，而是要提醒证人在法庭上要实事求是。我承认，我们是吵过架。不过，你没跟你老公吵过架吗？肃静。请问你认识被害人杨天吗？不认识。你的妻子和杨天同是昊天建投的高管，你不认识他？你老公单位的同事，你都认识啊？雷同，你有没有跟踪过你的妻子？跟踪？这哪儿的话？没有。没有。确定没有？没有。那可以评价一下你的妻子吗？她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很适合搞管理。她尊重你吗？当然。她从来没有尊重过你，而且和别的人过从甚密，所以你心里一直恨她。但是因为她挣的钱比你多，所以你一直敢怒不敢言，是不是？你凭什么这么说？审判长，辩护人在主观臆测，并且攻击我方证人的人格。辩护人围绕重点发问。审判长，并非辩方没有重点发问，而是控方的证人从一开始就谎话连篇。首先，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关系非常好，但是直到辩方拿出了接警记录的时候，他才突然改口。其次，证人雷同说自己不认识被害人杨天，但是雷同曾经到昊天建投去找过杨天质问，被马月发现之后把他赶了出门。临出门之前，雷同对杨天咒骂，咒他出门被车撞死。这里有王主任的询问笔录。证人，辩护人说的这个情节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有。就是说你刚才在法庭上说你不认识被害人杨天，是在撒谎，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雷同，案发当天你有没有到过案发现场？证人，请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我刚才说了，我一整天都在家。审判长，请允许辩方在法庭上播放一段案发当日马月月家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雷同，案发当天，你跟着马月月去了什么地方？我只是随便溜达了一圈。你没有到过案发的停车场？没有，绝对没有。雷同，案发当日，你有没有去过照片上的地方？没有。但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男人的脚印。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楼梯常年弃置不用，门锁被人破坏，说明有人通过这里进入了停车场。正因为常年无人打扫，所以才使得痕迹保存了下来。你随便拍个脚印儿，就说是我的。我并没有说这是你的脚印。
我们已经申请了证据保护，至于是不是你的脚印，有关部门自然会鉴定。早上好。社副总，证人雷同，我再问一次，案发当时你是不是在现场？不要试图隐瞒。雷同，你的秘密我可都知道。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自己做过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案发当天，你是不是也在现场？我是去了那个停车场，不过我那只是跟踪而已。跟踪？是。跟踪谁？马月月啊。我就是想知道他去了哪儿，我担心他，如果出现问题，我好保护他。如果你是要保护他，那么你到了案发现场之后，一定会确保马月月安全离开之后，你才离开。那么当你看到马月月撞倒杨天之后，月月，快上车！快！你要干嘛？杀了他！不要！不要！不要！让他去报警来抓你吗？不，你胡说，不是这样。那是什么样？反正不是这样。对，或许的确不是这样，因为你根本不是想要去保护你的妻子，你只是想要报复杨天。杨天跟马月月也有私情，你知道之后，你就计划杀害杨天，然后再说服马月月自首，替你顶罪。不是这样，你不要胡说八道。毕竟，一个男人最无法忍受的，就是他的妻子对他不忠嘛。是又怎样？那个混蛋，他死了活该，他早就该死。审判长，辩护人臆断事实，影响我方证人情绪。审判长，辩方只是根据常理和证据进行事实推断。审判长，证人现在已经处于心理崩溃状态，我请求暂时休庭。你是不是见到杨天还没有死？是。所以你上了驾驶座，从他身上碾过去，是不是？是。不是。肃静。你有什么证据？你恨马月月不忠，更恨杨天，是不是？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要再问了。审判长，辩方暂时没有问题了。本次庭审暂时到此，休庭。这段时间我们会自行补充，马立行他们配合。您放心，我也会全力配合高处的。好。提取现场所有物证，送技术进行比对。
建，我拿脑袋担保，这些证据之前绝对没有。第一次勘查是拍过照片的，一比对就知道了。不用比对也知道，行政人员怎么可能那么粗心？这么重要的证据不提取啊？这是明显的伪证罪啊！啊，这是公然的向我们挑战呢。挑战的不是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雷同在法庭上看似控方的证人，实际上他起到了辩方证人的作用，这比他直接做辩方证人更让人怀疑本案的真凶是不是马月月。而且，辩护人能在这么短的过程中落实这么多颠覆性的证据，来配合雷同，这整个过程我感觉很像是有人在背后导演的一出戏。邓凯文、叶子杰，我明白你的意思。说实话，马月月犯案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也担心他们。我找过叶子琪，叶子琪跟我说，他不可能做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因为之前他也跟我说过，他在询问雷同的时候，雷同很抗拒，所以希望我们检察机关能够跟雷同沟通沟通，了解一下马月月的杀人动机。从这点上看，我觉得他们跟这件事的关系可能没多大关系。那这案子麻烦了，那监控室看看去，仔细点啊！这些天都是你值夜班吗？不是，我们轮流值班。马月月故意杀人案的涉案车辆搁在这儿，有人动过吗？没有，绝对没有。我一问你就说没有，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有监控视频。把10天之内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一帧一帧看。是。马队，你先跟高处一块儿吃饭去吧，让小王慢慢查查。你平时喝点啊？不，没有。哦，那这是谁的？这不是我的。哦，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不是我的。走了。这事没完，有人发现马上给我打电话。是。你们就盯着，认真真看啊。邓律师，第一次庭审不错啊，这是讲好的1半酬金。庭审还没结束呢，检方申请了延期审理，现在正在补充侦查，没准还需要2次甚至3次开庭。现在给钱，为时尚早。不早，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增加律师费。廖先生不计成本，真是非常慷慨。生命比钱重要。还有一件事，我想请教廖先生：马月月突然翻供，是不是你们做了工作？其实很简单。有人托我带句话给你。什么人？你的朋友。他说让你听律师的话，别固执。还说什么？没有了。比交台。马月月，律师会见。邓律师，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你自己的处境自己清楚吗？清楚。你在侦查阶段做的笔录我全都看了，你一直认罪。是。这样的话，辩护空间就不大了。你为什么主动投案，又承认杀了杨天？有人威胁你，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想要帮自己的话，你最好说出实情。你是想让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你涉嫌犯罪的辩护律师。你是一个出色的律师，马月月也很聪明，理解了你的意思。他说让你听律师的话，别固执。我要活着，我要出去。
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教廖先生。雷同因为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被抓了，这只是个由头，警方肯定会继续追查他是不是杀人凶手。这也是我的疑问。我说邓律师啊，你呢，只管看好手里的支票，其他的不要好奇心太重了。请慢用。马立行，吃饭。不饿，无法无天了。你说这邓凯文疯了吗？他要掺和这事儿，我肯定办了他。你又没证据，你胡说什么呀？绝不会这么简单。吃饭。快吃饭吧，别虐待自己。那万一是自己工作出漏了呢？这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我们公安都废物呢？我可没那意思。赶紧吃饭。吃。别光吃饭，葱包羊肉，专门给你点的啊。来之前做一尸检，碎尸。就这事儿，没炒熟吧？故意的。他逼我说的。还挺嫩的，吃。不吃。那你多吃点。快，马上到。少吃也别吃了，走吧。怎么了？看完监控了。哎，周员，打包。雷同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咱们看守所没有康复设备，不能收容。那只能转到公安医院了。雷同又吐血了。看，就这儿，这10分钟断码。什么原因？可能机器故障。机器故障。看这时间是开庭前3天的晚上，那天谁值班啊？记不太清楚了。有值班记录吗？有，把记录拿出来看。哎，怎么了？我知道了。雷同体检的时候晕倒了，身体状况很不乐观，病情突然恶化，送到公安医院了。公安医院？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啊？妈妈，你要查一下。雷同有重大疾病，破罐子破摔，跟辩护人串通，被马月月脱罪。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是雷同替马月月顶罪，动机是什么？另外，我建议查一下他最近的财务情况，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财务往来没有。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利益驱使来做这个伪证。没错，现在马月案件出现这么大的转折，每一个证据都要重新落实一遍。好的，走。雷同的情况怎么样？肺癌，确诊晚期。现在状况如何？被转到公安医院了，身体非常虚弱，不适合询问。法庭上也有不测风云呐。庭审的录像我看了，媒体在披露庭审的一些细节以后，网上说什么的都有。对不起，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不说这个事儿了，今天叫你啊是另一件事。公安局想请我们介入一个商业贿赂案，
他们是在接到匿名举报信以后进行的侦查，经过初步审查，举报线索属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案，已经立案，所以啊，请我们提前介入。好。犯罪嫌疑人叫廖波，现在已经羁押。公安部门在对他的住所进行清查的时候，起获了数百万元的现金和购物卡。廖波，我们在你家起获的贿赂款中，发现了昊天箭头的名字，你怎么解释？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们既然提审你，就有足够的依据，老实交代。我真没见过这笔钱，我不知道实情，钱都是我老婆收的。那你认识昊天箭头的副总经理马跃吗？我不认识什么叫马跃跃的人，那钱都是我老婆拿的，有事儿你们去问她，跟我没关系啊。你们既然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叫他马跃跃而不是马跃？他出什么事儿？这两个案子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很麻烦，你们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是。道处，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办公室主任曾经说过，马跃跃跟杨天发生过很严重的争执，杨天还声称要去揭发什么事儿。有印象。那这个廖波如果跟马跃跃有关系，杨天的死会不会跟这件事也有关系呢？去通知马立勤，我们去趟看守所。高处，马队长来电话了，他又去政务车辆停放处把协警小王请回来了。那先去刑警队。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监控室是黑屏的，我怕受处分，我赶紧修好。但是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回去等我处理吧。是。果然是人为的。谁这么大胆子，敢做这样的事儿啊？辩护人。这是举报信。这么简单？情况落实了吗？1年前，廖波用他妻子的名义，在江东市的芒果社区购买了3套价值3000多万的商品门面房，但购房的款项来源不一，除了一部分银行贷款和少量现金外，还有大量的支票和境外汇款。一个经理哪来的那么多钱呢？我们又针对以他妻子李某的名义还贷的100多万到银行去查证，这是当时的监控录像。看，这个人就是廖波。这个包里放满了现金。你把刚刚站起来跟他走这个人放大一下。好的。这不是杨天吗？从录像上看是的。马跃跃案件的死者，他们俩不但认识了，这看上去交情还不错。是。这样，我建议你去找一下杨天的家属吴倩，问他认不认识廖波。好，我马上去。
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他和杨天什么关系？牌友。什么样的牌友？杨天生前常和这个廖波在一起打牌，他们还一起去过几次澳门。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您是指什么？借钱，还是贿赂？根据事实说吧。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这个廖波，确实从杨天手里拿过钱。杨天和马月月一起送过去的。你怎么知道的？我跟踪过我丈夫。为什么跟踪他？我怀疑他和马月月不干净，所以我就跟踪他。什么时间地点？为什么给他送钱？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警官，我都告诉你们。没想到竟然从吴倩身上打开了缺口。人死账不烂，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既然马月月是铁板一块，我们就寻找新的突破口。小柔，和高叔说一声，我们一块儿进审，要不？好。我现在在为下一次开庭做准备，你还有什么没说的？现在想清楚。我丈夫如果真的杀了杨天，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罪名？这个，请你跟我说实话。故意杀人。量刑呢？刑法第232条明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么重？不过什么？不过他应该暂时不会被提起公诉。为什么？病情急剧恶化，他现在在医院。病？他得病了？什么病啊？你不知道？癌症，晚期。癌症？不可能！他人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了？他在医院，刚急救过来，但情况不是很好。不可能！还有什么办法吗？没有别的办法，再打1支毒冷锭。我们好像见过吧？我们见过吗？5年前，我记得好像是市政府举办的一个联谊会，当时你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算是本市引进的海归人才。谢谢你还记得我。那我们也算是熟人啊。我问你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好吗？要是我能记起来，就全告诉你。认识马月月吗？本来忘了，但是后来警官提醒了一下，我们见过面。
杨总，这是那个工程的进展情况，您抽空看一下。我看有用吗？都是你们做好的。杨总，您什么意思？我好像不太清楚。这个大桥的工程，铁人光找了我，一起围标串标。工程到手了，我就分这点钱。你们好意思吗？那是您和铁总的事，我不清楚你们是怎么谈的。昊天名义上虽然是我的公司，但是80%的股份是你替铁荣光代持的，你还敢说你不清楚？我和他没关系。认识杨天呢？记不清了。那马月月杀了杨天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但看上去好像你并不觉得意外。没有，我跟他们又不熟。不熟？要不，我是希望你能把你了解的情况如实的跟我们讲，这样可能会对你的量刑有一些帮助，你懂吗？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真够劲爆的呀！让我杨天出去围标，出了事我杨天还得担着，你俩呢，坐在背后数钱。你真当我是白痴呢？你是铁荣光的女人，更是我的副总。这到了嘴边的时候，要是不吃一口，心要难耐啊！老铁眼光果然不错，的确是个尖儿货。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我希望我们仅此一次。仅此一次？你以为你跟我睡一觉就行了？你把我想的也太简单了。回去告诉铁荣光，我要和他分享所有利润的一半，包括你。你的胃口是不是大了点儿？我胃口大。铁荣光涉嫌围标串标，还使用不合格的钢材。如果我把这些事情都捅出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跟杨天一起去过澳门3次，住的都是同一家酒店，往返飞机坐的位置都是挨在一起的。你还说你跟他不熟？这份证据是杨天妻子提供的，你们不但很熟，而且还有资金上的交易。你看看这个画面，
这是你在银行交贷款的时候，你还是老实交代吧。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我跟杨天认识，不仅认识，还是好朋友。杨天跟马月月有矛盾，但是具体的事情是因为龙山大桥的建设引起的。跟龙山大桥有什么关系？龙山大桥的事，杨天要汇报，多少？利润的1半。还有呢？没了。杨天说，只要你答应他，这件事儿他就全当不知道。胃口还不小呢。当初我把你派过去当这个副总经理，就是为了要遏制这个杨天。现在他变本加厉，想拿龙山大桥的事来威胁我。你如果不答应他这件事，他一旦爆出去，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创下的基业就全都毁了。不可能，他只是蚂蚁撼树。什么？谈何意？昊天箭头拿下了龙山大桥的钢架结构工程，然后杨天是昊天箭头的总经理，马月月是副总经理，但是实际上马月月已经把杨天给架空了。他从这个项目里挣了一大笔钱，但是他不想跟杨天分。你少喝点儿。我觉得这个马月月赚了钱还不懂事儿，你有必要对他这么客气吗？我手里有他的把柄，如果他要是不给钱，我就把证据都抛出去，索性大家一起死。马月月不仅从中挣了很多钱，而且他串通了其他公司，对这个项目进行了串标和围标。在这个工程的建设当中，用了很多不合格的非标钢材进行建设。杨天就是误了这个把柄。马月月因此对杨天动了杀机。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你怎么这么冲动啊？他总骚扰我，我真的受够了。为什么不早跟我说？跟你说又能怎么样？杨天他简直就是个无赖了。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听我的，去自首。我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可是我害怕，我真的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不怕不怕，会有办法的。不怕不怕，会有办法的。总会有办法的。你胡说，不是这样，你不要胡说八道。那个混蛋
他死的活该，你不要再问，是我杀了他。他在医院，刚急救过来，但情况不是很好。月月，月月。龙山大桥真是壮观呐！我没想到交通量是这么的大。这座大桥是当年你帮我完成的心愿，让我在家乡父老面前露了脸。哦，对了，收购对面那片渔村的事，你们提供的商业方案我倒是看了。我担心这座大桥不在市政的规划范围之内，况且昊天箭头的法人代表出了问题。杨天死了，具体的操作还真是很有困难。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杨天死了，那我们总要吃饭吧。再说了，我没花政府一分钱，是我私人贷的款，给政府减轻了负担，又给江东市做出了贡献。收购渔村还不合理吗？我努力吧。蓝行长，你可真是我的财神爷呀！当务之急还是要评估负面的舆论。我们银行也要讲究社会效应嘛。你放心，啊。那我先走了。铁董啊，蓝行长对你可是格外关照啊。马行长，你得要多操点心呐。铁董事长这是高风亮节呀，但银行也是讲究效益的，万一还不上钱，你要相信我的眼光，马行长，此一时彼一时的事儿，啊。大桥建成了，啊，不再无交通、无设施、无配套。别看现在一片荒凉，我保证10年以后这块地会变成香饽饽。铁董事长真是见识不凡呐。你遛弯去啊？哎，回来了。院长，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是不是小白出事了？小白没出事儿，我出事儿了。你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哪儿好呀？坐。什么事儿？我坐忙着呢。下。你快说什么事儿？今天几号几号？6月10号。6月10号。嘿嘿嘿，逗你呢，真以为我忘了呢。6月10号是你生日，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对不对？礼物我都买了。你骗鬼呢你？礼物呢？你拿来。你想要什么？明天我买。天大地大，都没有你工作大。确实这2天案子的事弄得我太是……行了，蛋糕我都准备好了。忙晕了，还是老法啊，蛋糕都买好。这个病人的病房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好。马月月，他怎么来医院了？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史，一激动就发作了。不过现在没什么大事了。
在留院观察2天。您是公安局的同志吗？对啊。啊，那好，麻烦你签个字。好。在这前，32号病房。马丽行，今天你哪儿都不许去，就踏踏实实陪我过生日。放心，天塌了我也不走。今天你最大，必须给你高兴。哎，别，许愿，先许愿。许愿。等会儿。来，别忘了给小白许愿。这老宅，来许。哎，祝我老婆越来越贤惠，越来越温柔，永远不跟我吵架。祝小白身体早日。连打2个电话，我估计有急事儿。不许接。接。不许接。你放心，你接了我也不走。啊。喂，老翟。啊，对，马月住院了。什么病？他是情绪太激动，导致心脏病犯了。严重吗？在看守所时候挺严重的，到医院稳定多了。不过大夫说得观察2天。把你信息给我盯好了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啊！放心吧，马队。对了，雷同的病情我得向你汇报一下，他的病情很严重，医生已经尽力了，恐怕时间已经不多。放心吧，马队，我在这儿盯着呢。好了。打完了啊！告诉你不许再打。好。我可以吹蜡烛了吗？吹。好嘞。来，咱俩一起切蛋糕。你自己切呀？一起切嘛。你就切。等等。不对啊。什么不对啊？要出事儿。先等一会儿，我再打个电话。你还我就安排一下。有完没完啊你？求你了，大姨，我感觉要出事儿啊！有你次。马队，怎么着还有事儿啊？老翟，你刚才说马月送哪个医院了？公安医院。雷同是不是在那医院？是啊。不对，要出事儿，你看着点，千万别让他2人碰面，千万别让他们串供，听见没有？我马上到。你马上到哪儿？老婆，你听我说。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是，但是你听我说，我真的感觉不好，我感觉要出事儿。那我出事呢？你就跟我。你答应我呢？10分钟，我回来。老婆，老婆。马丽佳，让开！你把我弄死！哎，你信不信我死？你知道我的脾气吧？我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把刀放下。我不放下。不。服了，行了吧？电话放着，不去了，行，把刀放下。好，不走了啊！不去了啊！说的吗？又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啊，谁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小平去，我去看看小平。他们2个吵架关我们什么事啊？哎呀，不行！哎呀，好了，别管了。哎呀，摊上这样的邻居可倒了霉了。
据廖波交代，杨天确实给他送过钱，原因就是廖波所在的设计公司正好是昊天箭头承建龙山大桥钢结构项目的设计方。送钱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同意工程设计变更的申请。所以我在想啊，杨天的死未必就是因为感情纠纷引发的激情杀人，会不会跟龙山大桥有关系啊？是不是在大桥的建设过程中使用了非标钢材？这事儿您知道？最近啊，不断接到群众举报，说是昊天箭头啊，在龙山大桥的施工过程中，大量的使用了强度系数不达标的非标钢材，存在着工程隐患。表面上，这个杨天是总经理，但实际上，公司的控制权在马跃。杨天跟廖波关系很好，廖波反映说杨天有过举报的想法，所以廖波怀疑马跃跃就是因为想隐藏工程变更的秘密，才杀了杨天。没想到廖波这个案子背后还这么复杂，跟公安局开个协调会，仔细的研究一下。如果杨天的死和这些事真的有牵连，我建议你们先从马跃跃身上找到突破口。进。方检高处，马跃跃心脏病犯了。怎么回事？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收监的时候提到过此事，但是因为当时没有病发，他又是重罪，就先收监了。人在哪儿？公安医院。我要翻供，我要回看守所，我有情况要汇报，请你相信我。你现在还是个病人。我没病，我好了，请你让我现在就回去，你相信我。麻烦你们俩带他回去吧。马队，我觉得你今儿还是好好陪陪嫂子吧。你说嫂子好不容易过个生日，什么废话？把他铐下来。啊？您交代的事儿办好啊，但马跃跃要翻供。知道了。江东市公安局刑警队。马跃，马跃要翻供，回看守所了。走多长时间了？走10多分钟了。先带我去看看雷同，怎么回事？马跃为什么要翻供啊？给你打完电话，马跃突然非常激动，说要翻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了，马队，雷同好像不行了。医生呢？快叫医生！医生！喂，罗姐，雷同死了，已经联系法医了。马跃跃呢？马跃跃根本就没事儿，医生检查过了，都控制好情绪就没问题了。现在押回看守所了，他说他要翻供。这么晚了，一定要保护好马跃跃。放心吧，我现在就去看守所。好。走，去看守所。
谁也没有想到，马月月会来这么一手，突然要反攻。董事长，以大局为重，弃马保车吧。好，我知道了。检察院呢？高处什么情况？我们警车和油罐车碰撞，发生了爆炸。法院的人和马月月怎么样？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步。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还不清楚。油罐车和押送马月月的车发生碰撞，油料泄漏，发生爆炸。龙山大桥钢架结构无法承担长时间的高温炙烤，已经开始垮塌了。这个马道简直就是个蠢货，没脑子，在大桥上做这种事情。他就怕别人不注意我们吗？啊！哎呀，龙山大桥是我们江东集团重要的颜面工程，一直顺风顺水。这个马月月，这对咱们集团的影响太坏了，太大了。不管怎么说，官面上的文章还是要做足的。
总要有人出头。你想的太简单了，我是担心按下葫芦起了瓢啊。龙山大桥，我是第一责任人，我来承担吧。家里的事，有大哥呢。打吧，打呀！2个嫌疑人，4个警察，全死了。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点呢是龙山大桥坍塌的事故现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给出相关的鉴定结果。凯文。高健发现雷同的足印有问题，我们的证据根本站不住脚。我这边也有些状况，马月月竟然不知道雷同是癌症晚期。这个案件明显有人在做伪证，我们不能再打下去了。我们重新寻找辩护方向。你觉得还能有什么新的辩护方向？做最轻辩护，只要能够降低对当事人的惩罚，我们就不算输啊。邓总、叶总，马月死了。马月月死了，法院呢已经终止了对此案的审理。可是龙山大桥的坍塌却和马月月一案扯上了关系。马月的作案动机原本就是一个问题，这次龙山大桥的事儿反而证明了我们之前的推断是对的。马月月杀害杨天绝不是情杀案这么简单。您认为这里头涉及到工程腐败？道路建设一直都是腐败的重灾区。龙山大桥刚刚竣工，就因为一起车祸大面积坍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最近公安局陆陆续续的接到了有关龙山大桥的举报，可马月月呢，却在返回看守所的过程中死在了大桥上。这一切都是巧合吗？刚才公安局的赵局长也给我打了电话，他也认为廖波的商业贿赂案和龙山大桥的坍塌有联系。总之啊，大桥的坍塌属于恶性事件，公安局已经立案，要我们提前介入侦查。我想，廖波一案你已经上手了，这个案件也交给你吧。
严查事实，扎实证据。好。